電視機裡57怪奇物語的背景聲音還在老舊的客廳裡回盪，熒幕上藍綠色的微光將台北市大同區一間隱秘鐵工廠的泥土地面照得一片慘白。這間位於承德路小巷深處的傳統冶金作坊，原本因為幾年前大環境的不景氣鬱結，運無預警停駛，已經處於半倒閉的邊緣，大門口甚至還積着厚厚一層無人清理的落葉。然而此時，工廠那扇厚重的灰色鐵捲門早已從內部被死死拉下，四周的通風口也被刻意用好幾層隔音棉與黑色帆布封得滴水不漏。工厂內部的空氣極度高溫且令人窒息，混雜着濃烈的機油味、焦炭味以及金屬在高溫溶解時散發出的刺鼻硫磺氣息。火候再拉高，高碳鎢鋼的熔點不一樣，氣壓送分開到最大。工厂老板闕振德雙眼布滿血絲，一只粗糙、長滿老繭的右手正死死握着锻造爐的液压阀門。他的臉上全是黑色的碳粉與干涸的汗漬，原本有些驼背的身軀在炽熱火光的映照下顯得格外緊繃。在工廠中央那台經過非法改裝的2噸重中平桿硬電爐內，正翻湧出暗紅色的恐怖金屬液體。這次的材料並不是一般的工具鋼或普通不鏽鋼，而是透過極特殊管道，從桃園航空城周邊的廢棄航太組裝廠以及國防工業外包商那裡頂住戒嚴條例的風險走私而來的高純度鈦合金、高碳鎢鋼以及極為罕見的钒合金精密碎料。傳統的金屬在面對地底怪物周圍那層能削弱90%動能的粘質力場時，會因為缺乏足夠的分子密度與剛性，而在接觸的瞬間被力場硬生生卡住，甚至被怪物的鋼鐵熬汁反向震碎。黑市的工匠們在無數次血的教訓中發現，只有將高碳鎢鋼作為核心硬度，外層包覆具備高韌性與抗震能力的钒合金，再透過特殊的低溫冷淬工藝，才能打造出足以切開怪物琉璃質甲壳的絕對利刃。恆遠，去把那一箱鎢合金锭提過來。闕恆遠咬緊牙關，雙手套着石棉防護手套，吃力地将一箱沉重的灰黑色金屬锭倒進了熔爐之中。隨着鎢合金的加入，爐火瞬間由橘紅色轉化為一種近乎妖異的純白，刺眼的光芒讓人在不戴護目鏡的情況下根本無法直視。熔煉完成後，滾燙的液態金屬被緩緩注入預先用耐火磚與石英砂砌好的特制模具中。幾分鐘後，當模具被液压機粗暴地砸開時，一柄長達1公尺、尚未經過打磨的粗糙刀胚暴露在空氣中，散發出令人心驚的暗紅色高溫。緊接着是最考驗技術的鍛造階段，那台原本用來锻造大卡車避震彈簧片的空气锻造錘開始規律地上下砸落，砰砰砰，沉悶而巨大的撞擊聲被厚厚的隔音牆死死攔在工廠內部。每一次锻造錘落下的瞬間，刀胚上都會炸開無數朵璀璨而短暫的火花。闕振德熟練地用鐵鉗翻轉着刀身，將金屬內部殘留的雜質與氣泡硬生生砸擠出來，讓鎢與钒的分子結構在恐怖的重擊下進行超高密度的重組。經過連續上百次的鍛打，整柄長刀的線條被拉得極其流暢而凌厲，刀脊厚重如成年人的大拇指，確保了劈砍時的絕對力量，而刀刃處則逐漸被壓薄延展。隨後，整柄刀被猛地浸入了一桶由特殊廢機油與高纯度工业鹽混合而成的淬火液中。是，剎那間，一團巨大的濃黑色蒸汽夾雜着刺耳的爆裂聲，在大同區的深夜裡升騰而起。淬火液瘋狂的沸騰，將金屬的硬度在極短的時間內鎖定在最巔峰的狀態。當闕恆遠將刀身從油桶中緩緩拔出時，原本銀白色的金屬表面因為冷淬工藝的化學反應，竟然完全褪去了光泽，轉而呈現出一種如同深淵般完全不反射任何光線的幽暗黑光。這就是黑市上千金難求的特制冷兵器黑光斩馬刀。這柄刀沒有其他武器的精美裝飾，粗糙的刀身上甚至還隱約留着鍛造錘砸碎分子結構後的層疊斷紋，但那份沉甸甸的重量與死寂的黑色卻散發着專為獵殺地底實體生物而生的暴虐氣息。工廠內側的打磨台前，闕恆遠的弟弟闕恆志則是負責最後的開刃工序。高速旋轉的金剛石砂輪與刀刃接觸，發出刺耳至極的尖叫聲，一道道長達半公尺的藍白色火花在昏暗的作坊裡瘋狂噴濺。每一柄出廠的黑光斬馬刀，
其刃口都經過了3次不同目數的精細研磨，雖然看起來是死寂的黑色，但只要用手電筒微微一照，就能看到刃口處那一抹亮得讓人發毛的雪白反光。而此時，工廠後門的小巷裡，黑市的販售與交易早已悄然開始。幾輛刻意用泥土遮擋住車牌的黑色休旅車熄滅了所有車燈，靜靜地停在陰影之中。後門掀開一條縫隙，幾名身穿深色防風夾克，腰間鼓鼓囊囊，眼神透露出亡命之徒氣息的男子快步走了進來。為首的是一名在萬華區邊緣活動的民間清理隊隊長，他的脖子上有一道被不知名怪物抓傷後留下的暗紫色狰狞疤痕。他一句廢話也沒有，直接將一個沉重的黑色帆布袋砰的一聲砸在工作台上。拉鏈拉開，裡面不是現鈔，而是整整6顆散發着淡淡灰色霧氣的完整元金，以及幾疊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齊齊、面額1000元的萬元新台幣。在這個常規金融秩序面臨崩潰、各國股市全面跌停的失眠之夜，地底下挖出來的元金與高碳鋼冷兵器變成了黑市裡比黃金還要堅挺的硬通貨。闕振德走上前，伸出粗糙的手指，一顆顆仔細檢查着元金的純度與密度。當確認晶體內部的灰色霧氣運轉規律、密度沒有任何作假後，他才微微點了點頭，轉身從後方的木質防震箱裡將那柄剛剛完成了手柄防滑皮革纏繞、刀身還帶着一絲餘溫的黑光斬馬刀提了出來。這可是大同區最硬的貨，核心加了航太級高碳鎢，韌性用钒合金拉滿。闕振德的聲音沙啞而冰冷，將長刀輕輕放在桌上，進了下水道。遇到那些長甲鞘的畜生，別攔腰砍，要順着駝們關節的縫隙往下切。這柄刀絕對能保你一條命。清理隊隊長眼神狂熱而貪婪地盯着那柄散發着幽暗黑光的斬馬刀，他伸出滿是老繭的手，一把將刀柄握住。沉重的分量讓他的手臂肌肉瞬間緊繃。當他試探性地在空氣中揮動了一下時，厚重的刀身竟然發出了一聲沉悶而撕裂空氣的呼聲。好刀！隊長冷笑了一聲，眼神裡閃過一抹在絕望中抓住了報復希望的瘋狂。他將長刀迅速塞進特制的帆布兵器包中，轉身帶着手下沒入了台北深夜那毫無光亮的街頭暗影裡。他們知道，在不遠處的捷運廢棄樹井旁，通往地底的微型孔洞正散發着死亡與財富的灰色光芒，正等待着他們用這柄剛出爐的黑光去賭下一個命運翻轉的明天。